投资是一场耐心的较量，有些操作显得你很傻，但只要你是对的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这是比尔·艾克曼对逆向投资的经典比喻。今天我们就聊聊对冲基金大鳄艾克曼的3个核心策略。比尔·艾克曼，华尔街最富争议的投资大师，他创办的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管理着超过100亿美元资产，被称为激进投资之王。2020年疫情爆发时，所有人都在恐慌性抛售，艾克曼却在27天内狂赚26亿美元，成为对冲基金史上最成功的单笔交易之一。但他也有过史诗级的失败，连续做空康宝莱6年，亏损近5亿美元。在华尔街提起艾克曼这个名字，有人敬畏，有人憎恨，但没人能忽视他。艾克曼的第一个悖论是，他既是最极端的长期投资者，也是最激进的短期赌徒。他说，决定你长期回报的最大因素，不是你的投资策略，甚至不是你的投资选择，而是你作为投资者的行为本质。但这个长期投资主义者敢于把40%的资金压在一只股票上。2012年投资 CP 铁路公司时，他直接买入14%的股份，成为最大股东，强势介入公司管理，推动管理层变革，最终获得300%回报。他的逻辑很简单，如果你真的相信一家公司的价值被严重低估，为什么要分散投资？为什么不集中火力获得影响这家公司的话语权？艾克曼引用他的导师本杰明·格雷厄姆的话说，股票市场短期内是投票机器，代表投机利益，但长期的角度把股票市场看作是称重机器更加准确。这就是价值投资的核心理念。2020年3月疫情爆发，全世界都在抛售股票，道琼斯指数暴跌30%，所有人都认为世界末日来了。艾克曼却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判断，这不是末日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他花费2700万美元购买信用违约掉期，压住信贷市场会崩溃。27天后，这笔投资价值26亿美元，回报率接近100倍。但关键不是这个数字，而是他用这26亿美元收益，大量买入被恐慌抛售的优质股票，希尔顿、星巴克、伯克希尔。在别人恐慌时敢于贪婪，在别人贪婪时学会恐惧。这句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需要钢铁般的神经。艾克曼对情绪的把控的理解很有意思。他说，我对投资不动感情，投资需要纯理性，不能让情绪影响决策，只看事实。但这个说不动感情的人会在电视上公开大哭，会和卡尔·伊坎在直播中对骂，会因为做空失败而夜不能眠。真相是什么？艾克曼懂得区分2种情绪，一种是影响决策的恐慌、贪婪、面子，另一种是推动行动的愤怒、坚持、信念。他从不让市场的波动影响自己的判断，但他会用愤怒和偏执推动自己深度研究，用信念支撑自己在所有人的反对时坚持到底。艾克曼在2017年做空康宝莱，坚持了6年，所有人都说他疯了，包括他的投资人，但他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庞氏骗局。虽然最终认输离场，亏损近5亿美元，但他说，我唯一后悔的是没有更早认清现实。情绪化的坚持和基于事实的坚持是完全不同的2回事。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艾克曼发现 General Growth 这家美国第2大商业地产公司即将破产，所有人都觉得商业地产完蛋了，购物中心没有未来。但艾克曼看到了不同的东西，他们拥有优质的地段，稳定的租户，只是短期流动性出了问题。他投入6000万美元，成为破产重组后的最大股东。3年后，这笔投资价值超过30亿美元。艾克曼说，最好的投资机会往往出现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但你必须能够承受在所有人都说你疯了的时候，依然保持理智。艾克曼的投资哲学可以总结为，用长期的眼光选择目标，用激进的方式执行策略，用理性控制情绪，用信念驱动行动。你遇到过需要逆势坚持的投资决策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订阅。我是 Stone， 我们
下期见。